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进一个饭局，满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你和其中一人初次见面，他谈吐风趣，履历光鲜，所有人都对他赞誉有加，可你就是说不上来的感到一丝不舒服。庞佛他微笑的面具下，藏着某种让你脊背发凉的东西。或者在一段亲密关系里，对方无微不至，体贴入微，满足了你对完美伴侣的一切想象。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句玩笑，一个眼神，会让你的心头警铃大作，一股莫名的寒意稍纵即逝。又或者一个合作伙伴带来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项目，数据完美，前景诱人，理性告诉你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你的身体却在抗拒，胃部收紧，太阳穴隐隐作痛，潜意识在尖叫着快跑。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如何处理这种不对劲的感觉的？我们的大脑会立刻跳出来，扮演一个理中客的角色。你想多了吧？别这么敏感，人家挺好的，数据不会骗人，别被情绪左右。我们用理性和逻辑强行按下了内心那微弱却执拗的警报。我们说服自己要合群，要客观，要给对方一个机会。我们选择了回应，继续与那个让你不安的人交往，深入那段让你存疑的关系，签下那份让你犹豫的合约，直到最后，当骗局败露，关系破裂，项目崩盘，我们才在一地鸡毛中恍然大悟，想起最初那个被自己亲手掐灭的念头，然后捶胸顿足，操，原来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是在救我的命。弘一法师说，凡是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去回应，回应就会与之纠缠，纠缠就会受其损耗。这句话的深层智慧在于，它点破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你的第一感觉往往不是错觉，而是你那沉默的潜意识穿越了理性的层层迷雾，递给你的一张救命字条。而你是否选择了已读不回？我曾见过一位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前辈，老 K， 他做风投，眼光毒辣，投出的独角兽企业比很多人吃过的盐都多。有一次饭局，有人向他请教投资秘诀，是不是有什么精密的数据模型？老 K 下了口茶，笑着摇摇头，讲了个故事。几年前，一个明星创业者带着项目找他融资，团队背景光鲜，市场数据亮眼，所有的分析师都给出了强烈推荐的评级。路演那天，创业者口若悬河，描绘的蓝图让整个会议室的人都热血沸腾。理性上，我找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老 K 说，但我那天从头到尾，后颈窝都在发凉。创业者每说一句话，我都能感觉到我身体里的细胞在喊不。那是一种生理性的排斥，像闻到食物腐烂的味道。最后，他顶着所有人的不解，放弃了这个项目。半年后，该公司爆出惊天丑闻，创始人挪用公款，数据全面造假，所谓的护城河全是纸糊的，早期投资人血本无归。饭桌上的人追问 K 总，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老 K 说，我看不出来，是我的身体替我看出来了。这听起来很玄，像特异功能，但如果我们拆解感觉的科学本质，你会发现，这恰恰是最高级的理性。现代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我们的大脑意识每秒能处理的信息大约是40比特，而我们的潜意识每秒能处理的信息高达1100万比特，两者之间是27.5万倍的差距。当你和一个人交谈时，你的理性在处理什么？是他说话的内容？是他 PPT 上的数据？
而你的潜意识在处理什么？是他微不可察的眼神闪躲，是他嘴角一闪而过的轻蔑，是他谈及核心数据时比平时高了 0.1 度的体温，是他叙述前景时那不自觉攥紧的拳头，是他领带上比昨天多出的一丝褶皱，是空气中那若有似无的混合着古龙水和焦虑的气味。这1100万比特的信息洪流，你的理性大脑根本来不及处理和命名，但你的潜意识，那个活了几百万年的储存了人类所有进化智慧的古老系统全盘接收了。它在瞬间完成了海量信息的对比、分析、归档，然后调用你过往所有的经验，甚至是人类集体的记忆，最终形成一个结论。但潜意识不会写 PPT， 它没法给你做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告诉你哪里不对，它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向你预警。它会让你的胃感到不适，让你的心跳加速，让你的皮肤起一层鸡皮疙瘩。这就是直觉，是你的潜意识在对你耳语。它不是迷信，而是你身体这台精密仪器在进行超高速运算后输出的一个最简洁的结果 Yes or No， 安全或危险。所以当你感觉不对劲时，不要急着去否定它，那不是你敏感多疑，而是你的超级计算机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尊重它的运算结果。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一种诗意的警告，但它其实是一个冷酷的物理定律，能量同频共振定律。你回应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你与什么纠缠，你就会被什么同化。我的朋友阿雅曾是朋友圈里公认的小太阳，乐观开朗，浑身是劲，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叫林丽的同事。林丽是办公室里的祥林嫂，每天都在抱怨领导偏心，抱怨客户难缠，抱怨老公没用，抱怨菜市场的葱又涨了价。她的工位像一个巨大的能量黑洞，所有靠近的人都会被吸走快乐。起初，阿雅本着同事爱，每次都耐心地回应他。林丽抱怨领导，阿雅就帮他分析领导的意图；林丽吐槽客户，阿雅就帮他想解决方案。他以为自己在帮助一个负能量的人，但结果呢？林丽的抱怨变本加厉，他把阿雅当成了情绪垃圾桶，每天定时清空。更可怕的是，阿雅发现自己也变了，她开始在工作中挑剔细节，看谁都不顺眼。她回到家，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家人吵架。她发现自己很久没有真心笑过了。有一天，她照镜子，看到了一张和林丽一样充满怨气的脸。她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另一个林丽。她跑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停止回应。可是，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冷漠？阿雅犹豫了。我反问他，一块腐烂的肉，你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扔掉它，还是把它拿到实验室去分析它的腐烂菌群，然后试图把它变回新鲜的肉？阿雅沉默了。从那天起，他开始执行非暴力不回应策略。林丽再来找他抱怨，他不再接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然后戴上耳机，或者借口去洗手间。林丽的微信长篇吐槽，他不再回复，最多只回一个嗯嗯或收到。一开始，林丽很不满，甚至在背后说阿雅清高假正经。阿雅很难受，但她咬牙坚持住了。1个月后，奇迹发生了。林丽发现阿雅这个垃圾桶不再接收垃圾了，她便自动寻找了下一个目标。阿雅的世界瞬间清静了，她重新变回了那个爱笑有活力的小太阳。她后来感慨地说，我终于明白，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填不满一个能量的黑洞。你试图拯救深渊，结果只会被深渊拖下去。对深渊最大的尊重，就是敬而远之。这就是不回应的力量。它不是冷漠，而是最高级的自我保护。你不是心理医生，没有义务去疗愈每一个受伤的灵魂。你不是救世主，没有能力去普度众生的苦。你首先是你自己。你的能量是有限的，必须用在滋养你、让你开花结果的地方，而不是被无休止的消耗。一个诈骗犯永远骗不到一个不接电话的人，一套杀猪盘永远困不住一个不肯转账的人，一个键盘侠永远伤害不了一个卸载了 app 的人。所有伤害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你打开了门。你只要不回应、不接招、不入局，你就关闭了所有被伤害的通道。对方的拳头打在空气里，最难受的只会是他自己。在职场和人际关系中，我们还会遇到一种更隐蔽的消耗，来自聪明人的破和算计。他们不像林立那样面目可憎，反而常常以为你好的面目出现。我的前下属小飞就曾深受其害。他刚进公司时，分到一个叫 Peter 的老员工手下。Peter 业务能力强，对小飞也看似照顾有加，经常提点他。小飞感激涕零，把他当成恩师。但小飞总觉得不对劲，比如 Peter 经常在深夜或周末给他发微信，美其名曰随时交流，实际上是占用他所有私人时间。比如小飞辛苦做出的方案， Peter 总能挑出各种毛病，打击他的自信心，然后再帮他修改。最后在汇报时，这个方案就成了 Peter 的功劳。比如 Peter 会经常对小飞说，你还年轻，不要太计较得失，多学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潜台词是，你就该多干活，少拿钱。小飞很痛苦，他一方面觉得 Peter 在破他，另一方面又被知遇之恩所绑架，觉得自己如果反抗，就是忘恩负义。他不断地回应 Peter 的每一次打压和索取，试图证明自己，结果越来越累，越来越怀疑自己。他来找我时，已经濒临崩溃。我给他看了阿德勒的课题分离理论，别人如何对你，是别人的课题，你如何反应，是你的课题。Peter 选择破你，那是他的生存策略，是他课题的一部分。你是否选择接纳并被其操控，这是你的课题。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改变 Peter， 而是分离你的课题。我对他说，停止回应他那些超出工作范围的索取和评价。小飞半信半疑地开始尝试。Peter 在深夜发微信，小飞不再秒回，而是等到第二天上班，才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回复。Peter 在想拿走他的方案，小飞会提前把方案用邮件发给所有相关人，包括我。邮件标题写明关于某某项目，我的初步方案，请各位指正。Peter 在用为你好的姿态打压他。小飞不再自我辩解，只是笑着说，谢谢 Peter 哥的指点，我会参考的。既不接受，也不反驳。这套不回应的组合拳打下来， Peter 很快就发现，小飞这颗软柿子捏不动了，他无法再从小飞身上榨取价值，便渐渐疏远了他。而小飞因为守住了自己的边界和能量，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进步神速。1年后，他独立负责的项目大获成功，晋升为主管，和 Peter 平起平坐。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当你觉察到一个人、一件事在消耗你、算计你时，不要去争辩，不要去对峙，
不要试图去揭穿，因为你一旦开口，就进入了对方的游戏规则。他有无数的话术和陷阱在等着你。你回应的越多，你暴露的越多，你被缠住的越深。最智慧的做法，就是不动声色的疏远，釜底抽薪的翻篇，把花在烂人身上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把浪费在破事上的精力，用来精进业务。当你站到更高的维度，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辗转反侧的人和事，不过是你登山途中脚下的一粒尘埃。你甚至懒得再去憎恨它，就像大象不会在意蚂蚁的挑衅。这不是冷漠，这是成年人最清醒的及时止损。当然，知易行难，不回应的修行，本质上是一场对抗人性本能的战争。我们天生好奇，渴望被理解，害怕被孤立。当被误解、被攻击时，我们本能的想要辩解，想要还击。这需要我们启用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星号元认知星号，也就是对自己思考过程的思考。当你下次再感觉到不对劲，当你再被激起回应的冲动时，试着让自己跳出来，像一个灵魂出窍的旁观者，观察那个正要发作的自己，问他几个问题：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愤怒、委屈、焦虑。我如果回应了，我期待得到什么结果？对方的理解、道歉，还是只想赢得这场口舌之争？这个期待现实吗？根据我对这个人和这件事的了解，回应后大概率会发生什么？这件事1周后、1个月后、1年后，对我还重要吗？我把接下来的30分钟用来和他纠缠，还是用来读一页书、听一首歌？哪个对我的生命更有益？当你开始这样问自己，你就从一个局中人变成了一个棋手，你拿回了选择权。你不再是被本能驱使的木偶，而是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投入这场战役的将军。而一个聪明的将军从不打毫无意义的仗。从今天起，请找回你人生的主体性。被冒犯时，不必内耗反刍；被嘲讽时，无需反复自证；被不谙时，更无需拼命解释。你的注意力和能量是你身上最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把它们慷慨地给予那些爱你的人，滋养你的事，成就你的梦想。至于那些让你感觉不对劲的一切，请吝啬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念头，因为你始终拥有这世上最顶级的自由，不入局、不纠缠、不回应的自由。